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每个月花了好几百块钱办了最贵的千兆宽带，可是回到家里，手机连上无线网，那个网速慢的，简直让人想摔手机。看个电视剧吧，那个圈圈转个不停，转得你头都晕了，它还在那转呢。打个游戏，眼看着敌人就在眼前，你刚要开枪，结果画面卡住了，等你反应过来，你已经倒在地上了。最气人的是什么呢？是过年过节抢红包的时候，大家都在群里抢得热火朝天，你看着那个红包点下去，永远都是慢半拍，永远都是显示手慢了，红包派完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冤枉？是不是觉得是运营商坑了你的钱？是不是觉得路由器坏了，想赶紧买个新的换上？我告诉你，先别急着掏钱，也别急着骂运营商，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宽带的问题，也不是路由器坏了，而是你把路由器放错了地方，甚至是你自己亲手在路由器旁边放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把你的信号给挡得严严实实。这就好比你买了一辆顶级的跑车，结果你非要把它开到烂泥地里去跑，那它能跑得快吗？它跑不快啊。大家好，我是小张，今天小张就要帮大家省下这笔换路由器的冤枉钱。咱们不讲那些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我就用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手把手教你几招。只要你动一动路由器的位置，拿走旁边的几样东西，你家里的网速立马就能从涡流变成火箭，快得让你不敢相信。在咱们正式开始揭秘之前，小张想请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咱们这个视频点个赞。如果您觉得小张讲的这些生活小妙招对您有用，别忘了点个订阅，这样以后再有这种省钱又好用的知识，您第一时间就能收到了。咱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正题。首先咱们得说一个最常见，也是 90% 的家庭都会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把路由器关禁闭。什么叫关禁闭呢？大家回想一下，当初家里装修的时候，是不是为了好看，为了整洁，为了不让那些乱七八糟的线露在外面，就把路由器直接塞进了门口那个小小的弱电箱里了。那个弱电箱一般都是嵌在墙里的，外面还有一个金属的盖子，大家觉得把门一关干干净净，心里特别舒服。但是我告诉大家，这简直就是无线信号的火葬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无线信号它其实就是一种电磁波。这个电磁波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金属。咱们初中物理都学过，金属是可以屏蔽电磁波的。您把路由器放在一个金属做的弱电箱里，再盖上一个金属的盖子，这在物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什么呢？叫做屏蔽笼，或者叫法拉第笼。您这就等于是在路由器外面给它穿了一层厚厚的铁布衫，信号想出都出不来，它就在那个小铁盒子里撞来撞去，最后能漏出来的信号连原来的1/10都不到。您想想，信号都出不来，您在客厅在卧室网速能快吗？肯定慢得要死啊。所以听小张一句劝，赶紧去门口看看，如果您家的路由器还被锁在那个小铁盒子里，赶紧把它拿出来，哪怕您把它挂在墙上，或者放在旁边的一个小架子上，只要让它脱离那个金属环境，您再试试，网速绝对会有质的飞跃。除了弱电箱，还有一个位置也是绝对不能放的，那就是墙角或者是沙发的后面，柜子的死角里。很多朋友觉得路由器那个天线支棱着，看着碍眼，或者是那个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晚上看着心烦，就把它塞到沙发背后的地板上，或者是柜子和墙壁的夹缝里，这也是大错特错。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个无线信号的传播，它有点像咱们往水里扔一块石头，那个波纹是一圈一圈往外扩散的，路由器就是那个中心点。如果您把它放在墙角，那就等于是把这个信号的一半甚至多半都给挡住了，信号波纹刚一出门就撞到了厚厚的墙壁。虽然说现在的无线信号有穿墙能力，但是你要知道，这钢筋混凝土的墙壁对信号的衰减那是相当厉害，穿过一道墙，信号可能就少了一半，穿过2道墙，那信号就基本上剩不下多少了。您把它放在角落里，它要想到达您的手机，可能得穿过好几层墙壁和家具，那网速能不慢吗？所以摆放路由器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就是位置要空旷，最好是放在咱们家里的中心位置，比如说客厅的电视柜上，或者客厅中间的一个小桌子上，这样信号往四面八方发射的时候，遇到的阻碍最少，覆盖的面积才最大。而且最好是放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不要放在地板上，因为咱们家里的家具、桌子、椅子、沙发大都在低处，您把路由器放高一点，信号就能像淋浴喷头一样从上往下覆盖，避开了很多家具的遮挡，效果会好很多。说完了位置，咱们再来说说今天的重头戏，也就是那些绝对不能放在路由器旁边的东西。这几样东西就是咱们家里的信号杀手，如果您家里有，赶紧挪开，哪怕挪开半米远，那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第一样绝对不能放的东西是金属制品，
刚才咱们在说弱电箱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到了金属会屏蔽信号，但是很多朋友虽然把路由器拿出来了，却顺手把它放在了金属置物架上，或者旁边放着一个金属的水杯、金属的果盘，甚至有的朋友为了省事，直接把路由器放在了冰箱顶上，这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冰箱不仅外壳是金属的，里面还有压缩机，有各种金属管道，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干扰源。您把路由器放在冰箱上，那就等于是让信号去撞墙，而且冰箱工作的时候会散热，路由器工作的时候也会发热，两个发热的东西放在一起，温度一高，电子元件的工作效率就会下降，这也会导致网速变慢，甚至导致网络掉线，所以赶紧检查一下。路由器旁边有没有什么铁盒子、铁罐子，有金属的摆件，如果有，赶紧拿走，给路由器一个清净的环境。第二样，绝对不能放的东西，就是玻璃制品，特别是装了水的玻璃制品，比如鱼缸。很多朋友喜欢养鱼，在客厅里摆一个大大的鱼缸，里面养上几条金鱼，看着确实赏心悦目。有的朋友为了走线方便，就把路由器直接放在鱼缸旁边，或者藏在鱼缸后面。小张告诉你，这对无线信号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为什么呢？因为无线信号在水中的传播阻力比在空气中要大得多得多，水的密度大，它会大量的吸收电磁波。您把路由器放在鱼缸旁边，那个信号一出来，大部分都被那一缸水给吸走了，就像是海绵吸水一样，信号都喂给鱼了。您的手机还能收到多少呢？而且鱼缸通常都是玻璃做的，玻璃这种材质虽然是透明的，但是对于特定频率的无线信号来说，它也会产生折射和反射。本来信号是要直线传播到您的卧室去的，结果遇到了玻璃缸，又遇到了里面的水，又折射又吸收。等到绕过鱼缸出来的时候，那信号已经弱不禁风了。所以鱼缸虽然好看，但是千万别让它靠近路由器，哪怕是为了鱼好，您也得离远点。万一这个电磁波对鱼也有影响呢，对不对？第三样绝对不能放的东西，就是大功率的电器，尤其是微波炉。这一点是很多朋友最容易忽视的。有的朋友家里户型比较小，或者路由器正好放在厨房门口，离微波炉特别近，这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大着呢。大家知道咱们家用的无线路由器，它的信号频段通常是多少吗？是 2.4 吉赫兹或者是5吉赫兹。而微波炉在加热食物的时候，它发出的那个微波恰好也是 2.4 吉赫兹左右的频段。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您正在跟别人轻声细语的聊天，突然旁边有一个大喇叭，开始用同样的音调播放广场舞的音乐，那您说的话别人还能听见吗？肯定听不见了，全被那个大喇叭的声音给盖过去了。微波炉工作的时候，那个电磁波的强度相当大的，虽然它有外壳屏蔽，但是多少会有一些泄漏，就是泄漏的一点点干扰。对于路由器那微弱的信号来说，就是巨大的噪音。只要微波炉一开，您家里的无线信号立马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表现出来的就是网速突然变得特别慢，视频卡顿，甚至直接断网。等微波炉一停，网速又恢复了。很多人这时候会以为是宽带不稳定，其实罪魁祸首就是那个微波炉。除了微波炉，还有像是什么蓝牙音箱、无绳电话、无线鼠标键盘之类的设备，如果离路由器太近，也可能会产生同频干扰。因为它们很多也是用 2.4 吉赫兹这个频段的，所以路由器最好是独处，给它周围留出足够的空间，别让这些电器围着它转。说完了不能放的东西，咱们再来说说除了挪位置，还有没有什么不花钱的小窍门，能让咱们的网速再快一点呢？当然有。小张今天就教大家2个独门秘籍。第一个秘籍叫做易拉罐信号增强法。这个方法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土，但是它真的管用。它的原理其实就跟咱们以前看的那种卫星锅或者是雷达是一样的，就是利用金属面的反射，把散乱的信号集中起来，往一个方向发射。如果您家里的路由器放在客厅的一头，您主要是在客厅的另一头或者是某个卧室里上网，您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具体怎么做呢？非常简单，您找一个喝完的易拉罐、可乐罐或者啤酒罐都行，先把里面用水冲洗干净，晾干，这一步很重要，千万别搞得湿漉漉的。然后把易拉罐底部的那个圆底儿用剪刀给剪掉，注意啊，剪的时候小心手，别被划伤了。接着把易拉罐顶部的那个拉环这头也剪开，但是注意不要完全剪断，要留下一小部分连接着瓶身，大概留个1-2厘米宽的连接处就行。然后沿着瓶身的纵向把瓶身剪开，再把瓶身向两边展开，弄成一个像扇面或者像雷达那样的弧形。最后把这个做好的易拉罐装置倒扣在路由器的天线上，
让天线穿过那个拉环的小孔，然后把那个弧形的扇面对准您平时经常上网的那个区域，这就相当于给您的路由器装了一个定向的反射板，它会把原本向背后发射的那些无用的信号反射回来，集中加强到您需要的那个方向。您再回到卧室试试，那个信号格子说不定立马就多了1-2格，网速也会明显变快。这招不花1分钱就是动手的事儿，大家看完视频就可以去试试。第二个秘籍叫做定期重启大法。很多朋友家里的路由器自从买回来插上电就再也没关过，1年365天，天天24小时连轴转。大家想一想，就算是人没日没夜的干活也得累趴下。路由器虽然是机器，但是它里面也有芯片，也有内存，也有缓存。它在长时间工作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缓存数据，这些数据如果一直堆积在那里不清理，就会占用路由器的内存，导致处理速度变慢。就像咱们的手机用久了不清理垃圾不重启也会变卡一样，而且路由器一直通电，它里面的电子元件就会一直发热，特别是在夏天，或者像咱们刚才说的，放在散热不好的地方，温度一高，电子元件就会老化，性能就会下降。所以小张强烈建议大家养成一个定期重启路由器的习惯。这个频率多少比较合适呢？小张建议是每周重启一次。您可以选在比如每个星期天的晚上睡觉前，或者是出门上班前，把路由器的电源拔掉，让它彻底断电，休息个5分钟10分钟，让它里面的热量散一散，让里面的缓存数据清空一下，然后再插上电。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让您的路由器恢复到最佳的工作状态。如果您觉得拔插头太麻烦，或者是怕忘了，现在很多稍微智能一点的路由器在手机设置里都有一个定时重启的功能。您可以把它设置成每周2或者是每周5的凌晨3点，那时候大家都睡了不用网，让它自动重启一下，这样既省心又能保证网速。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关于天线的小知识，小张也得跟大家唠叨。现在很多路由器都有好几根天线，2根的、4根的，甚至6根、8根的。很多朋友觉得把这些天线全部直直的竖起来，指着天花板信号肯定最好，其实不一定。无线信号的发射它是垂直于天线方向的，也就是说，如果天线是竖着的，信号是向水平方向扩散的，这适合咱们大多数平层的家庭。但是如果您家里是复式楼或者是别墅，有楼上楼下，那您要是都竖着，楼上的信号可能就不好了。这时候您可以把其中1-2根天线放平或者倾斜一下，让信号能往楼上或者楼下跑。最科学的摆法，如果您的路由器有多根天线，不要让它们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可以竖着1根，横着1根，斜着1根，让它们分布在不同的角度，这样不管在哪个位置都能有比较好的信号覆盖。这就是所谓的立体垂直摆放法。这样不管您的手机是横着拿还是竖着拿，不管您是在床上躺着还是在地上坐着，都能接收到比较好的信号。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要想家里的网速快，首先别让路由器住进小黑屋，把它从弱电箱里拿出来，从墙角里拿出来，放在宽敞通风的地方。其次，赶紧清理路由器身边的钉子户，把那些金属制品、玻璃鱼缸还有微波炉通通挪走，离得越远越好。再者，如果您动手能力强，可以试试那个易拉罐增强法。如果您想省心，那就记得每周给路由器放个假，拔掉电源，让它休息几分钟。最后调整一下天线的角度，让信号飞得更精准一些。这些方法都不需要您花钱买新设备，也不需要您去求运营商，只要您动手改变一下家里的布局，您就会发现原来咱们家的宽带其实并不慢，只是被咱们自己给封印住了。网络现在可是咱们生活的必需品，看新闻、刷视频、联系亲友，哪样离得开网啊？网速快了，心情都跟着好了；网速慢了，那真是着急上火。小张真心希望今天的这些小妙招能帮到大家，让大家的网络生活都能像高速公路一样一路畅通，再也不卡顿。如果您觉得今天小张讲的这些内容听得懂用得上，请一定要给小张点个大大的赞，您的支持就是小张更新的最大动力。也请您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您的家人，转发给您的朋友，转发到您的业主群里，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些小窍门。别再让大家花冤枉钱去换路由器或者是升级宽带了，有时候问题真的就出在这一根线的位置上。如果您在操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您还有什么关于网络的小妙招，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小张也会在评论区等着大家，给大家答疑解惑。我是小张，一个喜欢琢磨生活小窍门的普通人，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祝大家的网速都能快到飞起。好了，咱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去检查一下您家的路由器哦，看看是不是也犯了咱们说的这些错误。动动手，也许惊喜就在下一秒。咱们下次再聊，拜拜。